盘点小智所有最终进化的御三家。1. 喷火龙。在那个雨夜，小火龙始终没有等来他的训练家，但幸运的是他等来了小智。因为小智的细心照料，让刚被抛弃的小火龙感受到了温暖，所以在身体恢复后，他就主动成为了小智的宝可梦，并且在往后对这个初出茅庐的主人心怀敬意。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在某次解决完液氮树的暴乱后，小火龙进化成了叛逆的火恐龙，每次登场就总是会成为小智的托尼老师。直到亲美的奶奶告诉小智是他等级不够，徽章太少，这才让火恐龙变得有些桀骜不驯，特别是进化成喷火龙后，更是对那些弱小的敌人失去了战斗欲望，也让小智在石英大会上输掉了比赛。即使如此，小智还是对他仍抱有期望。等到小智和喷火龙惨败于小樱的文商勇士时，因为附近没有宝可梦中心，小智只能靠着自己肩负起照料喷火龙的责任。也是这个场景让喷火龙想起了曾经他还是小火龙的那段时光，让心理上又重新接纳了小智。而后面的剧情想来也不用我多说了，喷火龙逆属性战胜小帽的水箭龟，又在开拓区打败极斗鸟，成为了小智当之无愧的王牌。2. 蜥蜴王。和喷火龙有着被抛弃的经历不同，蜥蜴王在还是木手工时都属于野生的宝可梦，只是当时的木手工和族群格格不入，主要还是那棵养育它的大树已经垂垂老矣，但木手工却没法眼睁睁看着大树逐渐衰亡，于是就试图挽救，恰好这幕就被小智看在了眼中。对于这个比较特别的木手工，小智顿时涌上好感，用行动去帮助木手工。也正因为这样，木手工对小智充满了好感，最后水到渠成的成为了他的宝可梦。不过在加入小智队伍后，木手工还是保持以前独来独往的性格，但是在面对争分时，他又总能像个老大哥那样出面摆平。如果看见弱小宝可梦受到欺负，他也会站出来保护弱者。比较遗憾的是，在参加风原联盟大会时，他确实吃了没有完全进化的亏，不然小智的名次应该远不止于此。好在后来蜥蜴王在和小瑶火焰期的对决中逆属性打平，共同成为了冠军，又在铃兰大会上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达克莱伊，真的是非常可靠了。3. 烈焰猴。小火焰猴起初是因为超强猛火被真嗣收服，但后面表现低于真嗣心理预期，所以当着小智的面给直接放生了。于是小智也顺理成章的收服了他。在小智的精心培养下，小火焰猴也不负众望，一步步变强。尤其是在进化为烈焰猴后，更是从无败绩，哪怕是面对神奥最强馆主电刺，也都能在关键时候取得胜利。而在铃兰大会上，烈焰猴面对前主人真嗣也是绝对的王牌，特别是再次和老对手电击魔兽对上，他爆发出了动画史上最夸张的猛火，直接将电击魔兽打败，洗清了瑞之湖之战的所有屈辱。直到现在这一战还是让人印象深刻。4. 甲贺忍蛙。到了卡洛斯地区，小智开始就遇到了这只个性独特的呱呱泡蛙，之后从布拉塔诺博士那了解到这只呱呱泡蛙自从出生起追求的就是不断变强，这也让他在同伴面前变得非常不合群，别人都在玩耍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苦修。等来到布拉塔诺博士这里，又因为训练家太弱，曾连续抛弃过好几个训练家。虽然看起来像个问题儿童，但这也是呱呱泡蛙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经历了烈咬路杀事件后，呱呱泡蛙被小智给彻底折服，成为小智在卡洛斯地区登上巅峰的最强伙伴。尽管比赛结果有点可惜，但最后能被基格尔德认可，也足够吹一辈子了。唯一让人不爽的是甲贺忍蛙的回归做的也太敷衍了。